国庆档的电影基本要告一个段落了。你去贡献了几部电影的票房，其实票房怎么样，不是我们关心的事，电影好不好看，值不值买的票价才是我们最在意的。而陆川导演的《749局》上映1天差评就满天飞了，有影评说这是一部史诗级诈骗科幻烂片，到底有多烂呢？上海堡垒跟它比起来都黯然失色，前者的豆瓣评分只有2.9分，本来以为已经够低了，而它更是创造了历史，它只有2.2的评分。有人就反驳了，电影不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的，可作品不就是给观众看的吗？观众都不喜欢的电影，怎么能被称得上一部好电影？可能因为差评太多了，陆川导演怒了，他发文回应了大家，冲我来，别碰我的演员和主创，他们是最好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虽然看起来很有大义，但是网友依旧不给面子，不用，大家没喷演员和主创，喷的是你。当一部电影上映期间，难道不应该尽力维护电影的口碑，而不是这样疯狂发言吗？陆川的这些操作彻底惹怒了网友，本来舆论没那么大，这下好了，不管看过的没看过的，全网都是逆反的。确实，他每部电影都会被喷，但是出问题的被喷的基本是他，可他好像断网了一样，从来不觉得自己拍的电影有问题。当有人质疑他拍的都是烂片的时候，他自信地说，正好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拍过什么电影。我拍过《寻枪》、《可可西里》、南京、王的盛宴、我们诞生在中国、9层妖塔。如果说烂片的话，我特别想问一下，具体哪部是烂片？没看过的根本无法想象今年拍的一部怎么样的片子，看过的网友也是一片吐槽。749超自然组织这么好一个题材，完全可以拍一个灵异系列的，可惜了，你们就去看吧，50块钱就能包场了，是今年最好看的喜剧片，看着让人情不自禁地笑出来。看电影这2个小时对我真的是个精神打击。不仅如此，本是一个很好的主题，却硬生生拍成了打怪的电影，小朋友看不懂，大人不想看。可上映之后，票房达到了3.5亿，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。很多人表示，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我不想看正片，喜欢看评论区的八卦，太精彩了。用李成儒老师的一句话说，就是如坐针毡，如芒刺背，如鲠在喉。但是这部电影也不是没有好的一面，那就是鹿晗的黑历史后继有人了。这部影片或许会成为王俊凯甩不掉的黑历史，毕竟在影片中特效的加持下，效果实在是让人想笑，太中二了，不是嘲笑他演技不好，可能就像魏大勋说的，是导演非要这么干的。不仅是演员受到质疑，导演也受到很多的质疑。在路演现场，有观众当着陆川的面直言，我第一次看科幻片，吓死我了，下次别拍了。可陆川导演不这么认为，他觉得这是自己8年磨一剑出来的用心之作。在面对网友的直白吐槽时，他没有生气，他说很多的尝试在他初始阶段他都是幼稚的，所以给我们一点点成长的空间。在态度这方面，导演做的还是挺好的。深扒之下才发现，其实陆川并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导演。2002年，陆川作为新人导演拍摄了《寻枪》，获得了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导演等数十个奖项，还获得了台湾新闻局当年颁发的10大优秀华语电影剧本奖。看上去是很成功的导演，但是这背后是有高人相助的。熟悉姜文的影迷都能看出来，这部电影有很强烈的姜文风格，就像那部《太阳照常升起》。在拍摄片场，他提出的意见占了很多。陆川作为新人导演，只能在酒店里哭诉，没有实权。当时的姜文在静岛期，他作为主演出现在这部影片中，也是有一番意味。他用自己的人脉，用自己的演技，用自己的思路，让这部影片大获成功。他可以拉来投资，可以请中影的掌门人韩三平担任制片人，可以说有姜文才有这部影片的成功。这么看来，陆川只不过是明面上的导演而已，姜文只享受这个过程，并不在乎最后的荣誉归谁。在拍摄《可可西里》的时候，陆川又被爆出丑闻。2003年，陆川带着100多人进入可可西里的无人区，条件非常的艰苦，因为拍摄延期，剧组的人跑了一半。当时拍出来之后大受赞扬，因为这几乎是拿命拍出来的良心片。因为这部影片，很多人知道了可可西里，也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向往，导演陆川也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导演。可后来大家发现，这部影片几乎是复制的一部纪录片《我的藏羚羊》，里面的很多桥段和纪录片都是一样的，渡过冰河抓人，
开车陷在河里，审问盗猎分子，寻找被藏起来的羊皮等等。有网友透露，可可西里出来之后，纪录片的原导演刘宇君确实将陆川告上了法庭，但是在宣判之前就撤诉了。至于为什么撤诉，内情我们无法得知。你说他没抄袭，可两部影片的结构和细节有很多相似之处。你说他抄袭，人家陆川也实地走访过可可西里，听到一些故事很正常。至于有没有抄袭，到现在也没有定论。不过陆川导演的这部影片确实对可可西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，推动了当地的环保和扶贫工作。南京是他大放光彩的一部电影。为了拍这个电影，他查阅了中日图书馆的很多资料，为了凸显真实，他请了不少的日本演员。中日演员在片场起冲突罢演，历经重重困难拍出来之后，却被网友大骂，因为在他的影片里有美化日本人之嫌，有和解的寓意。历史之仇，永世无法原谅。陆川导演被人骂得体无完肤，但是也有支持他的，因为能拍出来，让大家看到历史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可是能拍出那么好影片的导演，竟然拍了一部9层妖塔，本以为是盗墓片，没想到是科幻片，还因为侵权、鬼吹灯被作者告上法院，网上嘲讽一片。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拍的有什么问题，还拍出了今年这部影片。陆川这么不清醒，也难怪当初秦岚会跟他分手。在陆川之前，秦岚和黄晓明有过4年的夏恋，虽然是黄晓明追的他，但他的付出却一点不少，因为有合约，3年之内不能谈恋爱。但是秦岚还是没有经得住黄晓明的苦苦追求，谈起了的夏恋。后来因为黄晓明受伤，他不顾被曝光的风险去看望，因为要赶回剧组，只待了几天，却换不来男友的理解，甚至觉得他为了工作不顾自己。后来2个人就分手了，而他背上了违约的1000万债务。为了还清债务，他不停地拍戏，没有喘息。在拍摄南京的时候，和陆川传出绯闻。为了支持陆川的电影，他拿出所有的积蓄帮他，还在影片中做出了很大的牺牲。可陆川并没有感恩他，反而传出了不少的绯闻，不仅被爆出和女演员同行，还被爆出和女神在片场相互喂粥。而他表达歉意的方式就是向秦岚求婚，而秦岚一次次的不同意。直到2014年，他宣传电影时的看片会没看到秦岚，在记者的追问下，陆川才承认和秦岚已经分开。不过仅仅1年之后，他就和相差12岁的央视女主持登记结婚，在第2年还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如今的秦岚是清醒大女主的代表，不婚不育，专注事业，而陆川却江郎才尽，成了烂片导演。很多网友还没去看这部电影，反而被网上的各种吐槽吸引了，竟然因为好奇有多烂想去电影院看看，用主角的一句台词说出了大家的心声：你们都背叛我，利用我，收割我。这几年行情不好，大家的底线一再降低，可大家的审美水平不至于降到这种程度吧？就这样的影片还有3、5亿的票房，不知道都有谁被收割了。只能说资本越来越敷衍，也越来越明显了。这部电影让很多人对哀牢山产生了兴趣，刮起了一阵探险风，很多人都想去那个凶险的无人之地看看，但是一定要按照国家的规定，不要擅闯无人区，以免遇到危险。你觉得749局这部电影怎么样？评论区留言一起聊聊吧。